当然，我依旧是举起我这3根手指头，我敢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大家好呀，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几天的网络舆论可以说是非常热闹。严东锡用连续2支影片，在镜头前以一种近乎狂喜的胜利者姿态，为他的支持者们上演了一场正义回归的独角戏。他将一份单纯的程序性驳回起诉，包装成泰国司法对他的终极平反，将自己脑海中的法律幻想陈述为法庭上不容置疑的事实。影片底下的粉丝们也在评论区跟着欢呼雀跃，仿佛这场横跨大半年的闹剧真的就此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气氛烘托得很到位，剧本也写得很有感染力。只可惜这份剧本的观众似乎不包含泰国的法律。我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安静地看完了这2支影片。看完之后，我不生气，只觉得有一丝淡淡的悲哀。看着他在镜头前难以掩饰的戾气，以及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不难想象他这阵子应该一直活在担惊受怕的煎熬里。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一点就着的人，如何精准地利用资讯差去收割那些不熟悉法律的观众。一个在现实的法庭里身背刑事案底，处于2年缓刑期，甚至连出入境都可能出问题的人，却在网络的世界里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被法院认证的清白之身。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说谎了，这是一场极度悲哀的自我催眠。今天我们不做情绪宣泄，也不去猜测任何当事人的私生活，我们只做一件事，拿着逻辑的手术刀，把这2支影片一段一段毫无保留地切开，来看看这位摇滚是如何利用泰国司法程序的时间差，精心策划这场为期数个月的幻觉狂欢。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让我们先来听听他在第1支影片里是如何宣布自己的伟大胜利的。2026年3月9日，也就是今天泰国清迈省法院正式驳回肖恩对严东锡刑事诽谤的诉讼，正式驳回，并责令原告肖恩方不得再以刑事诽谤罪起诉被告严东锡。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清迈省法院对这个案子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终审判决吧，可以这么讲。听起来气势磅礴，对吧？正式驳回，不得再起诉。不熟悉法律的观众听了，真的会以为法官已经看穿了一切，还了他一个清白。但现实的法律是很骨感的。我们先来科普一个最基础的泰国法律常识。3月9日当天，法院做出的裁定叫做程序性驳回，而不是实体判决。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原告肖恩本人当天没有出席预审庭。在泰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如果原告在关键庭审缺席，法官在没有听到原告亲自陈述的情况下，依法可以将案件做程序性驳回。也就是说，法官根本还没有进入到审理证据、判断谁对谁错的阶段。我不在乎肖恩当天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出庭，我也不是当事人，对他是不是去了澳洲旅游没有任何兴趣。缺席就是缺席，缺席就有可能导致程序的暂停。但严东锡，你把一个因为原告没来而产生的程序中断，包装成法官认定你没有诽谤的实体胜利，这是在侮辱观众的智商，还是在侮辱泰国的司法？更荒谬的是他后面那句责令原告不得再以刑事诽谤罪起诉，这句话完全暴露出他对法律的无知，也成为了整支影片里最大的笑话。我们不用翻法条，我们就用他自己的话来击碎他的谎言。请大家听听他在同一支影片里是怎么满脸委屈地抱怨对方的。还有呢，这次为什么我本人就是因为对我进行威胁的这些人他不讲武德。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想，我做了你们想要的，我认了，我认罚了，我放弃抵抗了，对吧？那么你们就必须也要信守承诺呀，这个是江湖规矩，对不对？但是他们并没有遵守这个最起码的江湖规矩。在我认罚了之后呢，又对我进行了提告。原告的这个代理人在法庭上还不止一次的威胁我，要无止境的告我，直到我把牢底坐穿。大家听出这里面的逻辑断层了吗？严东锡，如果泰国的法官
真的如你所说，给了你一件永远不得再起诉的法律金钟罩。如果法院真的下达了这么强而有力的保护令，那你到底在怕什么？你为什么还要满眼血丝地坐在镜头前，抱怨对方死缠烂打？你为什么还要气急败坏地痛骂对方不讲武德？如果法官都说他不能告你了，你应该高枕无忧才对呀。真相只有一个，因为这道所谓的免死金牌根本就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法治国家会给一个毁谤惯犯发放终身免责许可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只要名誉受到实质侵害，都有权利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没有哪一国的法律会荒唐到规定，因为这次原告没来，所以被告以后无论怎么骂人，原告都永远不能再告他。不要把泰国的法庭讲得像是你家开的武侠小说堂口。在泰国，一审的程序性驳回从来就不代表永久不可上诉，只要原告律师在法定期限内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并合理说明缺席原因，上诉法院非常有权利撤销原裁定，发回地方法院重新审理。而这个上诉的流程在泰国法院通常需要花费3到6个月的时间。大家听懂了吗？这3到6个月就是法律程序的真空期。严东锡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死死抓住这半年的空窗期，用尽全力欺骗观众，试图在网络上重建他那早已崩塌的清白形象。因为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场戏根本还没演完。他更清楚，一旦上诉启动，他又要回到那个让他恐惧到睡不着觉的被告席上。拆解完他口中那件不存在的法律金钟罩，我们再来看看他为了合理化自己的这场胜利，是如何在第2支影片里展现什么叫做双重标准的法盲。在这支影片里，他花了非常大的力气去嘲笑原告，说原告在第1场官司没有亲自出庭，都是派代理人处理，所以没资格说话。我们来听听这段原因。你说你在这里统一说明一下啊，你的原文里，但我觉得你是那个最没有资格在这里说明情况的人。首先呢，从第1场官司开始，你就没有到过法庭，你把所有的工作都推给了你的代理人，是一个泰国老人。之后呢，你就从来没有管过，所以说只有你的律师和代理人参与了整个的过程。就算事后和你报告呢，也只是知会一下当日的结果，大概率不会把当天庭审的所有细节事无巨细的告知于你。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诉讼过程中啊，你了解到的信息是最片面的，也就是说你并没有资格说你了解情况。严东锡，既然你这么喜欢谈法律，那我们就来帮你补习一下泰国的诉讼常识。在泰国刑事诽谤案件的初期程序，原告委托拥有合法授权的代理人出庭，是完全合法的常规操作。只要授权书齐全，代理人就能代表原告行使权利。如果代理人出庭是不合法的，请问去年的第1场官司，法官是怎么判的？法官不仅接受了代理人的合法性，还判决了你化名严东锡的玉春小先生刑事诽谤罪名成立。你因为第1场官司原告没亲自来，就嘲笑人家没资格说了解情况，然后在第2场官司，你又因为原告没亲自来，导致法官暂停程序，你就欢天喜地宣布自己获得了正义。合着泰国的法律是为你量身定做的自助餐吗？你高兴的时候，法官就是青天大老爷；你害怕的时候，合法的代理程序就成了你口中的笑话。你甚至还在影片里花大篇幅去诽谤、嘲讽原告的律师团队，说人家是家族产业来赚钱。这种为了抬高自己，不惜贬低专业法律工作者的行为，真的是把无知当成了底气。严东锡，你可能习惯了在网络上随意给人贴标签，但你似乎忘了，你现在是在攻击一群靠名誉和诚信为生的法律专业人士。在泰国，毁损专业人士的声誉是加重情节。你所谓的真相，如果无法在正式的庭审文书中找到支撑，那你这支影片就不是在爆料，而是你亲手写给对手的一份全新起诉状。但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接下来这段对法庭的描述。为了证明原告律师有多么无理，为了证明自己才是站在正义这一方，他绘声绘影地描述了一段法庭上的小剧场。
我到现在啊都还记得当时法官看你代理人的那个眼神，这个想必你也不知道吧？所以我才说嘛，你是那个最没资格在这里说明情况的人。而且我要再次声明啊，我所说的话都是可以在庭审记录中找到对应的啊，如果有歪曲事实，我愿意负法律责任。法官的眼神还能在庭审记录里找到，这真的是我今年听过最高级的荒诞文学。在严东熙眼里，庄严的法庭仿佛成了他的私人小剧场，连法官都在陪他演戏。这种对司法机器的轻慢，才是他真正迈向毁灭的隐性。严东熙，既然你信誓旦旦地说愿意负法律责任，那我们就来谈谈法律证据。全世界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法庭，它的庭审笔录记录的都是控辩双方的发言、提交的证据以及法官的具体裁示。请问泰国清迈法院的书记官是兼职写言情小说的吗？他会把法官投以不屑的眼神、全场惊掉下巴写进具有法律效力的庭审记录里吗？当一个人沦落到需要靠解读法官的眼神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时，我们就知道他在法律的实质证据上已经彻底破产了。更严重的是，你这种言论是在公然影射甚至诋毁泰国法官的客观中立性，也是在恶意诽谤原告的律师团队。你把法庭严肃的交涉描述成了一场讨价还价的闹剧。你敢不敢把你口中那份记录了法官眼神的完整庭审笔录原封不动地公开在网络上，让大家开开眼界？你当然不敢。你这样公然把法院当作你编故事的秀场，就是在藐视泰国的国家机器。拆穿了法庭上的幻觉，我们来看看他手里的最后一张底牌。在这2支影片里，严东熙反复提及那封传说中的匿名恐吓信，他不断地把矛头指向我。然后他们手下的这个 AI 号叫珍妮世界啊，他就说啊，严东熙的那个匿名邮件是假的，然后那个你发给我，我肯定能查出来是谁发的。他意思说是我自己发的啊，然后我就公布出来给他了，连网址都给他了。那么我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啊，请问你查出来了吗？啊，用您那个聪明的大脑，您查出来了吗？是吧？我这还等着呢，对吧？这也是您跟广大的观众跟我啊，对我和对观众都已经有了这么样一个承诺，请您也要想起来自己说过什么话。大家都知道严东熙的英文不好，但没想到他的中文理解能力这么糟糕。会是日语老师教的吗？还是啤酒又喝多了？他为什么这几个月来一直像疯了一样死死咬着我不放，甚至在这2集号称澄清官司的影片里，还要花大篇幅来攻击我这个业余的小频道。这些中国人，他觉得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是首先选择去讲道理、讲逻辑，他是先去从你是不是侵害到我的利益了，我不管你说的有没有道理，你是不是挡我财路了啊？你是不是说我坏话了？你是不是跟我不对付？我也不跟你讲道理，我就要通过任何合法的、不合法的任何方式去弄死你啊！所以说这个东西讲道理不重要，弄死你是关键。真相其实非常可笑，因为他在几个月前试图利用美国版权局的机制来让我闭嘴，结果闹了一个国际级的大笑话。当时他花了40块美金的规费买了一张行政收据，就在网络上吹嘘自己上了等同美国最高法院的官司。更荒唐的是，他在提交给美国版权机构的官方文件里，居然用了全中文控诉我诽谤，甚至要求我赔偿他2000美金的精神损失费。一个在泰国刑事诽谤定罪的人，跑到美国的版权局用中文要求别人赔偿诽谤精神损失。当然，这份想找我众筹官司费的荒谬诉状，连版权所有人都填写成我，程序上荒腔走板，连审理的资格都没有，直接被美国机构撤销。你们真的不要再笑他了，因为这40美金白花了，面子也丢尽了，恼羞成怒的他无处发泄，只好紧紧抱着那封匿名恐吓信当作救命稻草，在每一次的影片里疯狂消费，公然影射是我或是原告方寄出的。严东熙，你是不是对举证责任有什么误解？从去年到现在，你口口声声说自己和家人受到了生命威胁，甚至把你当庭认罪的原因
都推给了这封信。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收到死亡恐吓的第一个动作，难道不应该是走向离你最近的泰国警察局报案吗？你不需要我这个业余频道来帮你查案，你只需要拿出一张，哪怕是一张泰国警方的报案回执单，盖着警局的章，证明你真的为这件事情报了警。但你没有。几个月过去了，这张报案单依然查无此物。你到底在害怕什么？你跑来网络上要求一个评论你影片的频道去帮你生出证据，这就像一个人在街上大喊自己被抢劫了，警察问他证据呢，他说那个路人说我没被抢，你让那个路人证明抢劫犯是谁啊？在法律上，没有报案记录的指控就是零。你把这封查无此人的信当作你在法庭上认罪的遮羞布。你确定这件事法官知道吗？个子，你想一想，对吧？所以说他就抓到了这一点，知道我们追查不到一个不露脸、不露声、不露任何个人这种细节的这么一个 AI 号，所以他对我的这种诽谤也好啊，对我的这种恐吓也好，他就用这个号啊，对吧？然后给我发的这些叫什么来着？威胁的这个邮件也是那种无法追查的匿名邮件。他总不能写着自己的名字是吧？还给我来个落款是吧？现在又公然影射是我或者是原告方寄出的，你这种为了流量、为了转移焦点而进行的无底线诬赖，不仅是对观众的欺骗，更是在疯狂地挑战法律的底线。你为什么不敢去报案？一个习惯性说谎的人，最后只能用更多的谎言来缝补自己那件千疮百孔的受害者外衣。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呢？你说正常来讲呢，我提出了问题，问你这样做是否合法呢？你有没有相关的证件呢？你如果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你是不是应该先去回应这些问题啊，去回答公众的这个疑惑？当我们看着他在镜头前义正辞严地指责别人时，我们不禁要问，他自己真的是个干净的人吗？熟悉我频道的观众知道，我之前做过一期严东西的自白书。今天既然他这么喜欢谈法律，我们就来帮他回忆一下他在自己过往的影片里亲口承认过的那些丰功伟业。非法旅拍，他曾得意地说自己刚来泰国时做过旅拍。根据泰国外国人就业法，摄影师是严格禁止外国人从事的行业，连工作证都办不了，这叫非法打工。对了，严东西，你当时拿的又是什么签证？非法经营 Airbnb， 他承认自己做过 Airbnb。在泰国，少于30天的短租若无酒店执照，即属非法经营；若未依法缴税，则涉嫌逃税。未为外国客人申报外国人居住地，更是违反移民法。对了，严东西，你的房子又是怎么来的呢？非法跨国贸易，他宣称自己从中国批发货物到曼谷当进口商。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没有合法注册公司、没有贸易许可的外国人，这批货是如何合法清关进入泰国的？这到底是进口商还是走私商？恐怕需要他自己向泰国海关解释清楚。签证欺诈，他现在拿着音乐人的工作签证，但他每天在做什么？经营淘宝老店，遥控跨国电商，在 YouTube 上发布攻击他人的盈利影片。这些行为显然已涉嫌从事与签证目的不符的盈利活动。一个从劳工法、酒店法、税法、海关法到移民法，几乎把泰国法律红线踩了个遍的刑事前科犯，现在居然在镜头前装作受害者，大谈法律与正义。这不是魔幻现实主义，这是毫无底线的厚颜无耻。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为了流量，甚至开始反咬一口，抹黑接纳他的泰国政府。在他那支被我称为末日恐慌的影片里，他把泰国加油站因为预告涨价而产生的日常排队夸大成能源危机。他把泰国政府整顿灰色签证、回归法治的正常举措说成是在泰中国人的大撤退。他甚至抱怨清迈国际学校学费涨价，素质变差。严东西，你真的懂你在说什么吗？泰国政府收紧签证，清理的是谁？清理的就是那些像你一样拿着不符规定的签证，在泰国从事灰色地带活动，甚至身上背着刑事案底的人。你为了煽动情绪、赚取流量，刻意在网络上带动舆论，
制造恐慌，让不知情的华人对泰国产生恐惧与误解。你吃着泰国的饭，踩着泰国的法律，现在还要砸泰国的锅。你就是那种最不适合旅居泰国、最败坏海外华人名声的害群之马。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案底这件事。这2天，有观众在严东熙的评论区问他：“你之前认罪的，在泰国会有案底吗？”他是这么回复的：“没有服过刑就没有案底。”这个之前有去问过。我不知道他是去问了哪个平行宇宙的律师，这个提问确定不是自问自答吗？在肖恩与居委的判决公开说明里写得很清楚，被告有罪，判处监禁，缓刑执行。什么叫案底？只要你被法院定罪，无论是实际服刑还是缓刑，这个刑事定罪记录就会永久跟随你。你没有进监狱，那是因为法官给了你缓刑期，不是因为你无罪。如果你去申请泰国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上面一定会清楚标示你曾因诽谤罪被定罪。把缓刑等同于没有案底，这是法盲的最高境界。你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更好笑的是，他之前还在影片里暗示自己可能要移居澳洲。严东熙，醒醒吧！你身上背着泰国法院的刑事定罪记录，别说移居澳洲这种审查极度严格的国家，你现在就是想申请去美国的签证，甚至只是想办张入台证去台湾旅游，世界各地的大门对你来说都已经是困难重重。你哪儿也去不了，你还是乖乖的留在清迈，继续拍你的泰国末日恐慌影片吧。毕竟那里才是你唯一能躲藏的舒适圈。为什么他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这其实源于他那种一点就着的暴力性格。他完全沉不住气，他极度渴望向世界证明自己逻辑强，比别人聪明，只要一找到机会就要逞凶斗狠。他受不了一丝一毫的质疑。在第2支影片里，他为了图一时的口舌之快，说了这样一段话：拿出什么样的这种态度来面对这些问题？就比如精英签证到底能不能在泰国工作呢？这个义乌产的人猿鸟到底算不算泰国生物？中国人在泰国到底能不能拥有土地？严东熙，你是不是忘了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你是一个目前正在2年缓刑期内的罪犯。第1场官司的判决书里有一条极其关键的附加命令，禁止被告再说或发布任何关于诽谤原告的言论。法官不都跟你说拍些吃吃喝喝赞美泰国风情的影片不好吗？你在这支影片里点出了人猿鸟，点出了中国人在泰国拥有土地，结合上下文，任何一个有常识的法官都能看出你这是在继续影射攻击原告。你以为新的刑事案暂时被程序驳回，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不需要等到新的诽谤案成立，原告的律师只需要把这段影片翻译成泰文，直接提交给泰国的缓刑监管部门。这就是你缓刑期间表现不良，继续违反法庭禁令的直接铁证。你的律师没告诉你吗？在缓刑期间，法官最痛恨的就是不知悔改，继续挑衅司法底线的罪犯。你以为你在影片里酸言酸语很帅气，但在法律面前，你刚刚亲手把撤销自己缓刑的刀递到了对手的手里。更别提法官判你公开道歉，你却把道歉声明放在了一个没有几个人关注的副频道。这就是你对法律的态度。一个连法院判决的公开道歉都要玩文字游戏、钻漏洞的人，你凭什么让观众相信你嘴里的任何一句话？在之前的命理分析中，我说过，他八字里的阳刃冲官，注定了他会因为极度的自尊与狂妄，最终做出冲撞国家机器、藐视法律与法官的自杀式行为。当时有人觉得我说的太悬了，但你看看今天，他为了解决那区区$40带来的恼羞成怒，为了向那些讨厌肖恩的黑粉讨流量，他不惜再次公然造谣恐吓信，抹黑泰国法官的眼神，攻击原告律师，甚至在缓刑期间公然违反法庭的禁令，还顺带造谣抹黑了接纳他的泰国政府。这一切都是他那颗极度自卑又极度自傲的心在作祟。他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死死抓住了一根名为程序驳回的稻草，就以为自己驾驶着一艘航空母舰。这3到6个月的上诉空窗期是他最后的狂欢。
当时间走到尽头，当上诉法院的裁定下来，当泰国缓刑监管部门收到他这2支影片的翻译件时，他藐视国家机器的代价将会如期而至。泰国的牢饭，他大概是想要赶快吃上。这不是诅咒，也不是算命，这是一个成年人用自己的傲慢、无知与狂妄，一步一步精确无误走出来的必然结局。我们就安静地看着吧，看着这场以正义为名，以谎言为砖，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连环大戏，如何落下最后的帷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保持独立的判断力，尤其是在这个充满噪音与谎言的世界。我们下支影片见。任何一个利用海外观众把美金赚回中国的网红，都是在帮助大陆恢复体力、积蓄精力。你们给他们的每一分钱打赏或者是抖内，最终都有可能变成对付你们自己的武器。台湾姐姐，你对于2位素未谋面的中国人耗时耗费当司机，不止包吃还包住，如此无微不至的热情招待，如果这样还叫招待不周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招待才算周到。从当时严某来台的首播留言中，我了解到严某基隆行体验了龟吼渔港的海鲜高级铁板烧，我相信2到3天的基隆行肯定还有台面上台湾姐姐未提及的招待，再加上2晚的住宿，这零零总总加起来，此行台湾姐姐粗估至少花费30K 以上。想要嘴的人，先想想自己做得到为2个不熟的人花这笔钱吗？不要别人花就是小钱。那位台湾阿贝啊，你嘴台湾姐姐只带他们吃路边摊，请问你是跟在身边全程观看，否则台湾姐姐只招待路边摊是从何而来？你看不过，你不招待，只会嘴。如果这花费中国人不认，那就请把藏在箱底已长霉的台湾型片子露出来佐证，观众可以估价一下，敢吗？年已过，难道又工作满当？迟迟不敢播放，是在怕瞎毁。严某可是不止一次的承诺要将台湾姐姐们伴游的影片露出，为何总言而无信？而且台湾姐姐除了盛情款待外，临走前还贴心费心的整袋贵桑桑有名的伴手礼塞爆你们的行李。请问如此的招待，在你们的祖国泰国，不要说不熟了，就你们熟到烂的好朋友，有谁曾有这样无偿的招待过你们？你们的好麻吉下位棒会吗？有过吗？那再请问你们有把台湾姐姐当朋友吗？试问大家，如果没把对方当朋友，但却能接受对方的包吃、包住、送礼、接送，这是什么心态？共判啊！当初我的活山孝子文出，严某随即发影片回怼，你并没有来台蹭，且你有带伴手礼回礼，你说礼轻情意重，呵，你的回礼能不能列出来打我的脸，让观众看一下中国人的回礼跟台湾有什么不同？还是礼是真的轻，情意是真不重啊！台湾行没时间剪，可被活山孝子文点名，为小胖的拒签发声时，咦，怎么就有时间马上拍片回怼？回台后，接着发生了台湾姐姐被你好妈吉指鹿为马的众网友进行网暴，其中好妈吉还提及台湾姐姐薄情寡义，对你用完就丢。请问基隆一游，台湾姐姐是有少你吃少你喝，让你饿到前胸贴后背，还是让你露宿街头？她到底对你薄情寡义了什么？难道招待还不够高大上？又利用你什么了？难道台湾姐姐利用了你2万多的泡沫频道，赚得盆满钵满？为何你的好妈吉会带你抱不平？总之，招待是真，直播、首播里都有留痕迹，且台湾姐姐也曾留言，没让你们花1毛钱来自亲过。如果她碰轰，为何不打脸她？就算她招待不如你好了，回台后因你，她被你的好妈吉泼了脏水，而你却不曾出声相挺澄清，这是船过水无痕，当她陌生人。到底谁才是用完就丢的人啊？不帮澄清也就算了，但近日又在拿着网暴台湾姐姐的话题，律师一说又再次消费台湾姐姐一次，是嫌台湾姐姐还不够黑红，还是你只是想为你那以泡沫化的频道再添热度与话题？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至少说说场面话，这基本的礼貌都不会。严某还记得喷过484舔台的那些话吗？
现在自打脸，学好学满，钱你要赚，但成本台湾人花，形成台湾人牌，流量要台湾人无偿当灵眼替你搏，这套只进不出的吸金大法，你倒是吸好吸满，难怪顶着酷热也要一再来台湾淘金了。要蹭没关系，但不要嘴上一套，左右一套。台湾人好客，但不代表你可以把台湾人当盘子，你真当台湾人好欺负吗？ Yo， 他们叫我脏东西，清迈球单戏很多，10年北漂追一梦，现在荧幕前整流，做观点输出不啰嗦，只是人生有点密，说到漏接这一块，常常直接带档机，开口就是爆满料，什么动机他全知道，幕后黑手阴谋乱，帽子碗口不嫌少，证据永远在路上，下次一定会揭晓，屌丝胃口是绝招，点击流量全拿好，爱绕喂脏东西，分阅读翻的真用力，逻辑市场掉先驱，今天8万明天提，反转绝情无人机，真相到底在哪里？自重正义的化身，站在道德的高山，只在别人不敢听，自己说话却片面。昨天说他不认谁，今天分歧太越上，绝情反转太离奇，自爆群众目必应，爱人为脏东西，分热度翻的真用力，逻辑市场掉先驱，今天8万明天提，反转绝情无人机，真相到底在哪里？空茶威胁都用上，只为点击疯狂涨，黑仔照片全动场，情节夸大怎样讲？为了真相当口号，流量变现实目标，真假难辨谁知道？网络世界太浮躁，爱绕喂脏东西，分热度翻的真用力，逻辑市场掉先驱，今天8万明天提，反转绝情无人机，真相到底在哪里？从英文人到保留卡，转型转得有点尬，这脏东西的戏码还在青睐继续发。